马克的新家。出租车在一个看起来很有生活气息的街道边停下。马克拿着地址纸条，对照着楼牌号，确认这就是他未来在北京的家。这是一片不算新但很整洁的居民楼，楼下有老人在下棋，还有孩子在追逐玩耍。空气中飘着一股淡淡的，他还不熟悉的饭菜香味。他刚拖着2个大行李箱走到单元门口，一位大约50多岁，身材微胖，头发卷卷的阿姨就快步迎了出来。她脸上带着非常热情的笑容，声音响亮又清脆：“是马克吧？哎呦，可算到了，路上辛苦了吧？我是王阿姨，你的房东。”王阿姨的语速很快，像一串鞭炮，噼里啪啦地响。马克只能努力捕捉关键词：马克，辛苦，王阿姨。他赶紧放下行李箱，有点紧张地站直，用练习了很多遍的话说：“王阿姨，您好，我是马克，打扰您了。”“不打扰，不打扰，快跟我上楼，房间都给你收拾好了。”王阿姨说着，就很自然地要帮马克提那个比较重的箱子。马克连忙摆手：“不用，不用，我自己可以，谢谢您。”他坚持自己把2个箱子搬上了3楼。王阿姨在一旁看着他，眼里带着赞许的笑意。打开房门，是一个干净明亮的小客厅。王阿姨开始像导游一样带着马克参观。“你看，这是客厅，桌子、椅子、沙发都有。这个小阳台可以晒衣服。”他推开一扇门：“这是你的卧室，床、桌子、衣柜，看，还不错吧？”马克点点头，心里踏实了一些。房间比他想象的要好，窗户很大，阳光照进来，暖洋洋的。接着，王阿姨进入了重要教学环节。她先把马克拉到卫生间，指着墙上的一个白色方盒子：“这个热水器，洗澡用的，非常重要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比划：“用之前要先按这个开关，这里会亮起一个红色的灯，等这个灯灭了，就是水热了，明白吗？要等灯灭了再洗，不然水是冷的。”马克眼睛紧紧盯着热水器开关，嘴里重复着：“热水器，开关，等灯灭。”他感觉自己像在上课。然后他们来到卧室墙边，王阿姨拿起一个遥控器，对着墙上的一个白色机器按了一下，滴的一声，机器开始送出凉风。这是空调，天热了就用它。开合关都是这个红色的按钮。马克接过遥控器，自己尝试按了一下红色的按钮，空调应声关闭。他松了口气，这个好像不太难。最后是洗衣机，它放在阳台的一个角落。王阿姨指着上面几个大大的中文按钮说：“这个是标准，这个是快洗，这个是脱水。你平时洗衣服用这个标准就行啦。洗衣粉我给你放了一袋在这里。”马克看着那些按钮，努力记住标准这2个字的样子。
信息有点多，他感觉脑子快装不下了，但他还是很认真地点着头。参观完毕，王阿姨看着马克有点懵的样子，突然笑了，语气也变得柔和了些。别紧张，孩子，用多了就会了，刚来都这样，慢慢来。这句孩子和慢慢来让马克心里一暖，他感觉到这位说话很快的阿姨其实很关心他。就在这时，王阿姨像变魔术一样，从楼道里推出一辆有些年头的黑色自行车，车漆有些地方已经磨掉了，但看起来依然结实。这个，王阿姨拍拍自行车座，我儿子以前骑的，现在他工作啦，不用了。你骑着在附近买东西，去学校都方便，送给你了。马克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他完全没想到会收到这样的礼物。在美国，陌生人之间很少会这样，他非常感动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能用他最真诚的语气连着说了好几遍，王阿姨，谢谢您，真的太谢谢您了，这很好。王阿姨摆摆手，爽快地说，哎，放着也是放着，你能用上就好。行了，你先收拾收拾，休息一下，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的号码写在纸条上，放桌子上了啊。王阿姨风风火火地走了，留下马克一个人站在客厅里。他看着这个虽然不大但充满生活气息的小空间，又看了看窗外完全陌生的街景，最后目光落在那辆旧旧的自行车上，一种奇妙的安心感包围了他。在这个离家万里的陌生城市里，他似乎不仅仅找到了一个睡觉的地方，还感受到了一种像家一样的温暖。这份温暖来自那位说话像风一样快，心却像太阳一样暖的王阿姨。马克的新家。出租车在一个看起来很有生活气息的街道边停下，马克拿着地址纸条，对照着楼牌号，确认这就是他未来在北京的家。这是一片不算新但很整洁的居民楼，楼下有老人在下棋，还有孩子在追逐玩耍。空气中飘着一股淡淡的，他还不熟悉的饭菜香味。他刚拖着2个大行李箱走到单元门口，一位大约50多岁，身材微胖，头发卷卷的阿姨就快步迎了出来。她脸上带着非常热情的笑容，声音响亮又清脆，是马克吧？哎呦，可算到了，路上辛苦了吧？我是王阿姨，你的房东。王阿姨的语速很快，像一串鞭炮，噼里啪啦地响。马克只能努力捕捉关键词，马克，辛苦，王阿姨。他赶紧放下行李箱，有点紧张地站直，用练习了很多遍的话说，王阿姨，您好，我是马克，打扰您了。不打扰，不打扰，快跟我上楼，房间都给你收拾好了。王阿姨说着，就很自然的要帮马克提那个比较重的箱子。马克连忙摆手，不用，我自己可以，谢谢您。
他坚持自己把2个箱子搬上了3楼。王阿姨在一旁看着他，眼里带着赞许的笑意。打开房门，是一个干净明亮的小客厅。王阿姨开始像导游一样带着马克参观。你看，这是客厅，桌子、椅子、沙发都有。这个小阳台可以晒衣服。她推开一扇门，这是你的卧室，床、桌子、衣柜，看，还不错吧？马克点点头，心里踏实了一些。房间比他想象的要好，窗户很大，阳光照进来，暖洋洋的。接着，王阿姨进入了重要教学环节。她先把马克拉到卫生间，指着墙上的一个白色方盒子，这个热水器，洗澡用的，非常重要。她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比划，用之前要先按这个开关，这里会亮起一个红色的灯，等这个灯灭了，就是水热了，明白吗？要等灯灭了再洗，不然水是冷的。马克眼睛紧紧盯着热水器开关，嘴里重复着热水器、开关等灯灭。他感觉自己像在上课。然后他们来到卧室墙边，王阿姨拿起一个遥控器，对着墙上的一个白色机器按了一下，滴的一声，机器开始送出凉风。这是空调，天热了就用它。开合关都是这个红色的按钮。马克接过遥控器，自己尝试按了一下红色的按钮，空调应声关闭。他松了口气，这个好像不太难。最后是洗衣机，它放在阳台的一个角落。王阿姨指着上面几个大大的中文按钮说，这个是标准，这个是快洗，这个是脱水。你平时洗衣服用这个标准就行啦。洗衣粉，我给你放了一袋在这里。马克看着那些按钮，努力记住标准这2个字的样子。信息有点多，他感觉脑子快装不下了，但他还是很认真地点着头。参观完毕，王阿姨看着马克有点懵的样子，突然笑了，语气也变得柔和了些。别紧张，孩子，用多了就会了，刚来都这样，慢慢来。这句孩子和慢慢来让马克心里一暖，他感觉到这位说话很快的阿姨其实很关心他。就在这时，王阿姨像变魔术一样，从楼道里推出一辆有些年头的黑色自行车，车漆有些地方已经磨掉了，但看起来依然结实。这个，王阿姨拍拍自行车座，我儿子以前骑的，现在他工作啦，不用了。你骑着在附近买东西，去学校都方便，送给你了。马克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他完全没想到会收到这样的礼物。在美国，陌生人之间很少会这样，他非常感动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能用他最真诚的语气连着说了好几遍，王阿姨，谢谢您，真的太谢谢您了，这很好。王阿姨摆摆手，爽快地说，哎，放着也是放着，你能用上就好。行了，你先收拾收拾，休息一下。有什么事情
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的号码写在纸条上，放桌子上了啊。王阿姨风风火火地走了，留下马克一个人站在客厅里。他看着这个虽然不大，但充满生活气息的小空间，又看了看窗外完全陌生的街景，最后目光落在那辆旧旧的自行车上，一种奇妙的安心感包围了他。在这个离家万里的陌生城市里，他似乎不仅仅找到了一个睡觉的地方，还感受到了一种像家一样的温暖。这份温暖来自那位说话像风一样快，心却像太阳一样暖的王阿姨。